近年来，洞洞板在室内装潢中被广泛使用，但很多人只知道看起来很美，实际上却不太会使用。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洞洞板在不同空间内可以怎么应用吧。看下去之前，还没订阅的朋友记得先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哦。为什么洞洞板会如此受到欢迎呢？小编帮你整理了以下3个原因：一、利用垂直收纳的原理，节省了更多空间，而且物品拿取容易。2、能搭配的配件多，灵活运用，可以变换出很多收纳方式。3、收纳能力强，且兼具了展示的功能。基于这些原因，洞洞板被广泛的使用。一起来看看每个空间的洞洞板都被拿来做什么吧。洞洞板设置在玄关处，可以拿来放置日常出入会用到的东西。如果玄关处有位置，设置这样的大面洞洞板是一个不错的选择，可以依照需求来安排挂钩之间的距离，也能够增设不同长度的层板来放置不同物品。我们以一日衣柜的概念来设计物品摆放的位置，日常穿着的外套以及出门必备的包包，我们放在靠近门口处顺手好拿取的地方。右手边则摆放偶尔会戴的帽子以及雨伞等用具。上方层板摆上消毒用酒精、小朋友喜欢的公仔或防蚊片等，小片层板则可以放上室内植栽，为室内增添一抹绿意。最上方的部分，我们利用2根木棒来辅助收纳电蚊拍，在利用空间的同时，也可以避免小朋友误触电击。若是家里没有地方设置大面洞洞板，其实可以利用 IKEA 的洞洞板加装在门上。考虑到不方便打孔，我们搭配免钉螺丝贴，用吊挂的方式来固定，利用白板笔画线做记号，比较不容易粘歪。贴好后擦掉就看不出痕迹了。再利用挂钩辅助，钥匙、安全帽等物品都有了收纳位置。加上有一点高度的收纳层板，也可以摆放酒精、植栽和公仔等物品。但缺点是开门时不能太用力，否则东西会掉哦。鞋柜也可以跟洞洞板搭配。接下来介绍2种不同方式。第一种方式是在门片内侧加装洞洞板。我们从大创买回了一片木质洞洞板和专用配件，配件有很多选项，可以依照自己的需求做选择。拿来摆放鞋拔跟除臭剂等都很适合。安装上也很简单。预设好想要的高度后，我们利用无痕螺丝贴来固定洞洞板，将无痕贴贴在适当的高度，并以专用木质挂钩取代原本的螺帽。这样一来，装好的洞洞板看起来不仅可爱，还兼具了吊挂的功能。第2种方式是在鞋柜上方添加一面洞洞板。今天作为示范的鞋柜是粗米推门斜插鞋柜。不同于多数鞋柜的开关门设计，这组鞋柜采用拖拉门设计，在使用动线上可以更省空间。但这样的柜体形式就不适用第1种方法。这时候，我们把洞洞板向上延伸，在墙面制作出收纳空间。将洞洞板固定好之后，鞋拔、雨伞、钥匙等物品就能沿着墙面垂直收纳了。鞋柜台面上可以种植小盆栽，为玄关处带来一点绿意。留点空白处，作为家人室友间的临时留言板也很好用哦。客厅里的洞洞板可以放在不同地方。如果位于沙发旁边，可以添置一面小面洞洞板，搭配一个小收纳袋，收纳各式遥控器就很适合。如果是跟电视墙或墙面搭配，可以拿来展示一些收藏品，也能变成收纳吸尘器等小家电的地方，需要清洁时随手一拿，很方便。洞洞板也可以变身成门片，不仅能增加收纳空间，在通风性与透光性增加的同时，也不失隐私。有些梁柱也可以利用洞洞板包覆修饰，可以降低柱子的存在感，也能增加使用空间。如果你的兴趣是骑自行车，洞洞板也可以辅助收纳。在各种收纳方式下，为居家空间带来一抹趣味性，是不是很不错呢？看过办公室收纳的你，一定知道拥有一个简洁干净的办公桌有多重要。办公桌上往往堆积各种文具和工具，如果能用洞洞板把东西垂直收纳起来就好了。东西摆在哪里一目了然，除了让你的书桌井然有序外，工作效率也能瞬间提高好几倍。但有一点要注意，因为洞洞板是依赖底座置于桌上的，记得不要一股脑的把所有工具都胡乱挂上去。
否则除了乱以外，还有可能因为重量太重而倾倒。要依照使用动线及频率对工具进行分类，整齐摆放才能呈现最佳效果哦。房里通常会有的东西还有书柜，我们将粗米洛克6格1门书柜与粗米洛克不规则3门书柜组合使用。这系列的书柜跳脱呆板设计，采双跳色及半开放式设计，光是摆在角落都能散发光芒，直接成为空间里的亮点。而且底部增高11公分，扫地机器人也能自由进出，好打扫。因为洞洞板宽度跟书柜宽度符合，所以这次我们改用不同的方式来固定洞洞板。我们撤掉原本中间的层板，把洞洞板放进去，利用隔板力固定在4个角落，让洞洞板不会往前倾倒。书柜放上公仔和植栽，洞洞板上则可以搭配不同配件来做收纳装饰。层板上可以放上日常会用的护手霜等用品，搭配弹力绳可以收纳明信片或杂志。布置好之后，书柜就换了新面貌，成为书房里的另一个展示空间。接下来看看厨房，各种厨具的收纳肯定是最让主妇们头疼的难题，这时候洞洞板就可以大展身手了。但是要注意摆放的位置，不要挂在炉火上方，且物品摆放时要记得注意动线，以方便拿取为重点。我们把洞洞板架设在左手边的墙面上，洞洞板上层利用层板收纳料理时会用到的瓶瓶罐罐，而比较常用的锅具跟锅勺，我们搭配 S 型挂钩，按照使用习惯挂在下方。记得以一个挂钩挂一样物品为基准，才能保持整齐度，拿取上也比较方便。衣柜里的衣服永远少一件，帽子也永远都缺那一顶。帽子需要维持形态，其实不好收纳，那怎么办呢？其实添加洞洞板可以帮忙解决这个问题。有些人想在房内增设洞洞板来增加收纳量，但因为租屋的关系而无法钻墙。这时候可以利用门后挂钩加上洞洞板的方式解决。市面上某些品牌的洞洞板有贩售特殊的专用配件，将配件跟洞洞板简单组合锁上以后，就可以将整面洞洞板挂在门上了。我们今天要利用 IKEA 的洞洞板跟门后挂钩自己 DIY。门后挂钩是用螺丝旋紧的方式组装，所以可以变换方式 DIY。但经过尝试后发现，原本附的螺丝长度不够，加了洞洞板的厚度之后，无法成功锁上。所以我们到五金行购买足够长度的螺丝回来再试一次。组装完毕后，我们就获得一个可以挂在门后的洞洞板了。再搭配上挂钩配件，这样一来，无论是挂帽子或是法式都没有问题了。浴室绝对是家中面积比较小、比较拥挤，但使用频率却最高的空间。在浴室里搭配洞洞板，可以简单收纳不少东西。我们同样利用白板笔辅助，搭配无痕螺丝贴，将洞洞板固定在墙上。层板上我们放上相对干燥的牙膏及洗卸用品，下方则利用挂钩来吊挂沐浴球等比较潮湿的物品。如果怕使用习惯上会造成层板积水，牙膏和洗面乳也可以利用这种带有挂钩的夹子夹好，搭配弹力挂绳改成吊挂的方式，方便晾干，就不怕积水了。因为浴室是家中最潮湿的地方，挑选洞洞板时要特别注意材质，避免选择木质洞洞板，否则容易发霉。如果不能钻墙，需要用无痕贴的方式，也要特别注意，无痕贴碰水就会暂时失去粘性的特性，不要安装在容易见到水的地方哦。看了不同空间的洞洞板使用方法，接下来再让蛙家带你看看洞洞板的其他用法吧。热爱植栽的你，是不是拥有很多小盆栽？如果通通水平摆放，一定会占用很多空间。这时候准备一面洞洞板，解决收纳量不足的问题。搭配层板，将植栽往上延伸，不仅看起来整齐美观，也不用怕哪一株长太高，会挡到后面小盆栽的阳光了。大多数女孩子每天都得在化妆桌前待上一段时间，不管是化妆也好，保养也罢，瓶瓶罐罐肯定少不了。如果全摆在桌子上，那一定显得乱七八糟的。让我们来安装一面洞洞板吧。把化妆用的粉底、蜜粉、口红等放到层板上，桌面上留下保养用品，
把不同功用的物品区分开来，拿取上就变得很直觉，不需要再翻找了。今天看了很多东东板的不同用法，有没有你正在使用但小编没有提到的呢？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跟小编分享哦。任何疑难杂症，欢迎留言或私讯。追踪 IG 看秘籍，加入社团，还有各种达人帮你。最后记得按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，锁定蛙家每周3更新，带给你一则让生活更美好的优质内容哦。